全国最大的线上轻小说书城上线啦！各类杂志、漫画、轻小说、工具书籍应有尽有。现在加入 BookWalker 会员，首次消费结账不限金额都可以享有79折优惠，再送50元折价券。不要再犹豫了，赶快加入 BookWalker 会员，限时优惠，要买要快！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天我们一样不聊时事，我们来聊聊天赋这件事情吧。今天我要讲天赋呢，不是宗教的那个 father 而是英文当中的 talent 或是 gift 这个字。最近是毕业季，也是求职季，那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不少跟找工作相关的题目，像是分享投履历的重点啊，分析年轻人就业困境之类的。那在找履历的那一集中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应该要先了解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天赋又是什么。结果呢，有蛮多人看完影片之后跑来私讯我一些更难的问题。他们说：“志奇，我知道了解自己很重要，但到底要如何找到自己的天赋呢？会不会有些人这辈子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天赋？那如果最后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平庸的人，没有什么才华，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看到这些讯息的时候，我自己其实也是觉得很感同身受。很多成功人士呢，都会告诉大家，每个人都一定都有着与生俱来的才能啊，或者长处，例如智力啊、身体能力啊、创造力、感官能力等等。能找到然后发挥自己的天赋，帮助社会变好，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找到自己的天赋，不只是迈向成功捷径，也能让我们达成更高更远的成就，进而满足深层的自我实践需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都那么迫切的想要找到自己的天赋。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找到自己的天赋，甚至是让它跟你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呢？活出你的传奇的社群创办者史考特·丁斯摩尔曾经在 TED 上面分享过3个步骤。首先，他提醒我们必须要先认清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擅长什么东西，有什么优势可以好好的利用，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天赋。接着，他强调我们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了解自己对什么样的事情痴迷，因为这会让我们心甘情愿的投入在里面。而达成了前面2个步骤之后呢，丁斯摩尔他认为我们应该要开始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跟态度，多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人脉，累积自己的实战经验跟能力，最后达成一个美满的人生。丁斯摩尔的这个演讲呢，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影片，在 TED 上面有超过600万次的点阅。但我自己每次看到这种超励志的演讲呢，总会超疑惑，就会想说，人生真的会有这么顺利吗？这些步骤听起来很简单，可惜真正能实现的人却没有多少。这背后的原因呢，我们认为可能有2个。第一就是知易行难，那第2个原因可能是他的理论可能有些问题不符合实际的状况，或无法套用在所有人身上。例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有太多的羁绊或是限制，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像他说的那样有说走就走的机会，或自由选择的权利。而另外一个猜测呢，可能是因为我们从小就缺乏生命教育，不知道如何探索自己的潜能，没有真正的去练习过跟自己对话，总是活在既定的框架里面。那长大之后，就算对生活不满意，却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能做的是什么。更甚至恐怕有人还真的没有什么厉害的天赋，或是说他确实有很喜欢的事情，但这件事情的功夫呢，还没有强到足以当饭吃的程度。又或者是他喜欢做的事情，可能本身没有什么生产力。看着其他成功人士总能发挥自己的天赋，贡献自己的才华，相较之下，发现自己并没有办法从工作中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久而久之，可能就会开始对自我的价值产生怀疑，觉得过得不太快乐。而认真研究，跟身边的朋友大聊一波之后呢，我们发现，要同时达到兴趣等于天赋等于工作的条件，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光是兴趣高等于天赋，就是一种天大的幸运。假设我们这2个已经符合了，但要不要跟工作结合，常常又是另外一个困难的选择。对于工作要不要跟兴趣结合这件事情坊间有1000万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说把第3喜欢的事情当工作，有人说第2。但无论如何，最实际的状况恐怕是，我们有一个能让自己废寝忘食的事情，可以做得不错，也可以借此得到一些成就感，但这件事情却赚不到什么钱，养不活自己。而这种时候，我们势必就得要做出一些取舍。而在这之前呢，或许我们要先理清的是，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要工作。有些人工作是为了要糊口，而有些人糊口之外呢，是为了自我实践。那当然，不管是为了赚钱还是自我实践，可能都不是那么绝对的事情。大家可能常常会想着，全都要。那如果你工作的目标是为了赚钱，那或许最直接的选择就是找出自己身上最能够赚到钱的技能，然后把它变职业。那我自己觉得过度追求要把兴趣跟工作结合的人，常常会有一个迷思，那就是达成天命，兴趣结合工作的人生是最美满的。但难道最喜欢的事情没有当作是工作就不美满了吗？
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其实可能是把自己对人生太多的期望都放在工作上面了。一方面希望他能够一次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但一方面又想要快乐的工作，甚至满足自我实践的需求。没错，能做到这样真的是很幸福，但不是每个人都刚好那么幸运的让兴趣养活自己。所以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想，我的人生除了工作之外，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部分。那有没有可能我可以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去从事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呢？例如登山啊、做志工、推广自己的理念等等，达到自我实践的需求。而另外还有一个盲点就是大家在找寻天赋的过程中，可能也会觉得一定要对某一个特定领域非常的专精，那个才能被算是自己的天赋。但我觉得这搞不好也是一种错误的预设跟期待。那虽然有些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那种超级专一的天赋，但他却对很多不同领域的事情充满热情，可以不断转换跑道，不断学习。像这样特别的案例，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特别天赋。有些人会把这种特质称之为多项分化潜能者。这类特质的人呢，因为总是在吸收新知，也勇于挑战所以他们学习新事物的速度很快，累积的知识或技能很多，适应能力也相对比较好，也就特别适合担任跨领域的协作者。那像我自己身边其实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但一直以来呢，他们就常被批评学艺不精，因此备受困扰。他们常常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没有才华。但我觉得在目前的时代中，我们反而很需要这样的人才，因为人世间真的有太多复杂的难题，常常是一个专案或是决策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这种时候有一个涉猎广泛，而且能够跳脱既定框架思考的人，或许就很有助于我们解决问题。那虽然讲了这么多，我还是相信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有自己的天赋，而且天赋的形式可能也有非常多不同的样貌。在成长的路上，我们或许都曾经迷失、彷徨过，也有可能会因为一些外界的既定印象，对自己有很多的质疑。但只要马上从现在开始学习，重新认识自己的天赋，我想应该还是有机会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跟生活形态吧。虽然不一定会对每个人都有效，但还是建议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看哦。我是志祺，我们下次再见，拜拜。